4月嘅時候，我開始咗一個新挑戰，就係用左手學殺波。呢樣嘢真係比想象中難勁多。點解我要咁做？因為開始教波之後，發現咗一件事，原來識做唔代表識教噶。例如包波啦、預約啦，呢啲呢我都做到，但係原來要解釋呢啲動作係比想象中難10倍。之後我就喺度諗，究竟有冇方法可以令我再次體驗做學生學一樣嘢感覺係點呢？於是用左手學殺波。其實一開始我都唔知道練咩，所以我就上網揾點樣殺波。Google 彈出嚟嘅第一條片就係教點樣做 arm swing。於是我就攞起個腳架、一部電話，求其揾個地方揈下手，就完成咗我第一日嘅練習啦。去到第3日就諗起，係喎，我要拍翻條 before，咁先知有咩要改善，之後先會睇到練習成果噶嘛。所以我就直接嘗試做晒成個想練好嘅殺波動作，之後就睇片分析同右手打有咩分別。之後幾日嘅練習，我都嘗試針對呢幾個問題去做調整，例如右手要遞高，左手要張開，用寬帶動做好重心轉移，練習頭紮動作、肩寬分離等等。原來呢樣嘢真係比想象中難勁多，因為原來我個腦子同我個身體做出嚟嘅嘢係完全唔一樣啊！咁我突然間諗翻起中學嗰陣練波嘅回憶啦，係咁有一晚呢，我哋練波就要練呢個殺波打直線啦。咁我嗰陣打大錘，有冇可能要打夠唔記得咗幾多球唔多，可能10球8球咁樣啦，咁先可以完個練習。我做咗勁耐都仲未做到啦。咁我嗰陣有個咪狗嘅教練啦，跟住佢示範一次俾我睇，咁樣就係咁樣咋，咁我做到噶啦。跟住只有米5嘅我就即刻勁崩潰啦，因為我真係做唔到，所以先會做咁耐啫嘛。你翻嚟我哋而家呢一度啦，對我哋嚟講好簡單嘅事，可能對學生嚟講係真係好難嘅。簡單到拋起個波要去預判個位置再接住，我哋都唔知原來可以接得翻住個波，係因為經過我哋咁多年嘅經驗先可以好似而家咁做。第2個禮拜開始就做多咗控制，因為我發現自己根本就唔知自己打緊個波去邊。我每次練習都嘗試提醒自己，要真係意識到自己做緊啲乜嘢。如果係話習慣啊、唔記得啊、唔知啊，練多幾次呢啲冇為意嘅動作，啲肌肉就會記得，然後養成壞習慣。呢一刻要留意同察覺自己做緊啲咩係好難，但係相信要改壞習慣仲難，因為到時就會唔捨得拋棄呢啲做到嘅嘢㗎啦。以前練波我可能成日都會諗，究竟點樣先可以做到最好呢？究竟點樣先至可以做到最準確呢？好似跳起接住個波，同時又要跳又要瞄準，手又要做動作，呢啲咁複雜嘅動作，又或者係對場殺波，需要短時間內做調整，呢啲咁連續嘅動作，真係會不斷去失敗，會令到好氣餒。但係學咗用左手殺波之後呢，我開始問，如果唔係最好嘅話，咁我仲可唔可以繼續呢？如果呢一球唔啱位，我係咪淨係得打落某一個方法呢？我發現到原來練習唔係單純咁樣追求完美，而係要學習點樣去面對唔完美。由左手殺波，我體會到有啲人可能天生高大，所以佢就唔知矮人殺波有幾辛苦啦。有啲人可能天生協調，佢唔明點解其他人可以跑得咁慢，點解咁辛苦先做到啲 footwork 啦。或者有啲人天生就係一個 fast learner，所以佢唔明點解啲人可以錯咁多次，或者要學咁耐先可以做到一樣嘢，學到一樣嘢。總有啲人學得快，學得慢。就算我同你學緊同一樣嘢，我哋用同樣嘅時間、同樣嘅方法，我哋都會有完全唔一樣嘅體驗、唔一樣嘅感受。所以我就開始明，用同樣嘅方法係唔可以學到所有嘢。學一樣嘢最難嘅唔係咩都唔識，而係要察覺到自己點解做唔到，或者係要察覺到自己仲有啲乜嘢係唔識嘅。同樣地，同一種方法都唔可以教到所有人。做教練唔係淨係自己識就可以，而係仲要觀察到同埋明白到唔同人係會遇到唔同嘅困難，然後再去提供一啲可行嘅解決方法。呢個挑戰我做咗30日之後，因為拗柴啦、屋企有事啦、比賽啊、考試啊，或者喺呢一度落雨啊，之後就暫停咗。但係我仲未放棄㗎，因為學習係一個好長時間嘅過程，而呢啲阻礙同埋挑戰一路都係學習嘅一部分。喺呢度練咗30日之後，我仲未變成左手殺波嘅高手，但係反而改變咗我點樣睇教同埋學。你覺得學一樣新嘢最困難喺邊度？留言話俾我聽，你學打排球遇到嘅困難。然後 Part 2，我哋下次再見。